回来了，没觉得嘴里少什么东西吗？欢迎回家。500块医生，妈妈，他的是500块医生。鹏鹏，不许乱叫。郑医生你好。你好，您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有件事想请教彭家。哦，他在办公室。好。等一下，这个送给你。他想像您一样做医生，我跟他说了，要学习特别好的小朋友才能当医生。他最近学习啊都进步多了。谢谢。加油。好吧，继续做题。进。郑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好，彭先生。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童送你的吧？一天到晚嚷嚷着让我带他去医院，说一定要亲手送给你。喝水，谢谢。郑医生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我想直播手术的话，在技术上能不能实现？技术层面已经很成熟了，一般呢是需要直播平台的支持，以及一些运营和推广的成本。但是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手术直播跟别的直播不一样，因为涉及到患者的个人隐私，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。那搭载的平台呢，就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，所以必须得有平台愿意跟你的团队一起，我们共同承担这个风险，才有操作的可能性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谢谢彭先生。打扰了。等等，我倒有个人选，就是我们集团的大老板，他对新鲜事物非常感兴趣，而且人脉广，资源多，也许能帮得上你。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。患者的隐私问题不难，手术免费的话，相信很多人会愿意。难点是什么？我嘛，是商人，商人无非是求名和利，我提供了利，我自然要名。能不能说具体些？直播的第一台手术，必须具备3个特点：独创、高难度、有话题，重要的是必须成功。没有医生能保证手术一定能够成功，更何况高难度手术，往往需要的是一整个团队。那等你什么时候能了，再来找我。
郑医生。郑医生，你好，自我介绍，我姓华，您叫莹莹就好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郑医生是对香水敏感，那方不方便我们加个微信？你有病？啊？哦，不是，我听说您最近做了一例肝癌晚期介入栓塞术，一例 TIPS 手术都非常成功，恭喜您！我们长风微创是一家新型的微创耗材公司，正在做技术推广宣传，非常愿意资助像郑医生这样优秀的医生。您看一下我们的耗材啊，郑医生，我们今天带了食物来，冯旭辉，快打开给郑医生看看。您看一下我们的郑医生，郑医生，哎，你好。你是苏云苏医生对吧？啊，您是华姐，郑医生要走了。我知道啊，我是华莹莹，这是我的微信，加个好友。大美女加微信是不该拒绝的。好身材保持得很辛苦吧？哦，还好啦，我其实吃的挺多的，就是不胖。好多人也问我秘诀。下次你就回答他们，吃的多又不长胖，秘诀就是骨盆前倾。骨盆前倾？啊？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臀部后凸，腰臀比 BMI 值和体重都在正常范围，可小腹仍旧前凸。你看你平时爱穿高跟鞋，会使人体重心前移，造成骨盆不正。还有呢？年轻的时候看着怎么着都好，可再过几年你就会发现内脏开始下垂，小腹前凸，臀部横向发展下垂等，走路外八、便秘、痛经、腰酸背疼。当然，这些问题都已经习惯了。不是没有。你胡说！哎，不加微信了。把鞋脱了。干什么呀？让你脱就脱。又帮了你一次，还摇头，没良心。欢迎回来，这是老布留给你的。我想要别的东西。什么？目前只是个想法，等完善了再告诉你。苏院长，要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好。一个两个都不可控。苏院长您好，我在曼欧的事情已经处理完毕，近期就能来报道。请进。郑大夫，忙着呢。有事啊？没啥事儿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你看我在医院里面住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啥时候能回去啊？根据复查结果，还得再观察1周左右。1周？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您忙着，您忙着。我下午来送药的时候没看见人，也没在意。这晚上过来吧，还没看见人。一看他柜子都空了，再去调监控才发现，他趁中午人多的时候偷偷离开了医院。郑主任，他还欠住院费呢。嗨，这回肯定又得扣工资了呀！真是的，怎么能这样？他少多少钱？从我这扣。
我可算是知道了啊，堂堂一个肌肉科大主任，怎么能穷成这样？还欠着我500块不还。感情这么多年，你除了还助学贷款，还一直给患者垫钱呀？别的患者就算了啊，给他点，你的抱怨啊？那你听过后半句吗？你想说你是一直抱怨？小时候只知道以德报怨，长大了才知道还有后半句，一直抱怨。选择从医，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是我们的职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呢？我早就准备好了，你想说什么呀？你的手。苏院长，苏云的手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拿不了手术刀？ 2年前，苏云在北大是心外第一刀吴凤仪教授的得意门生。后来有一次遇到一位晚期扩张性心肌病的患者，对方想做心脏移植，但是又没有合适的供体。研究后决定做左心室减容手术。巴蒂斯塔手术。对，整整11个小时。一开始吴教授做的手术，后来教授体力不支，苏云接的手。 切下来302颗心肌，手术成功了，但患者没度过危险期。巴蒂斯塔手术的死亡率确实高达20%。你理解，但患者家属不理解。找他们问责，沮丧中，旁边的消防栓玻璃被打破了。教授摔倒的时候，右手按在了地面的玻璃上。不是苏云的手。 不是，是教授的手受伤，再也做不了手术了。从那以后，苏云也做不了手术。也就是说，苏云的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。对，心理上。抉择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。 但只有当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，才能真正的发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您好，海城急救中心。 你好，请问您在什么地方？韩宁他第232号，你们快来！林爽，什么情况？家里电器老化起火，弟弟被困在火里，哥哥跑回去救他，被严重烧伤，然后2个人在2楼往下跳的时候没跳好，弟弟后腰砸在了铁架上。先下个清屏。好。 通知12科切开细管，再通知外科系统全员会诊。回去。是。患者丁大山、丁大海是一对兄弟，家中失火，哥哥丁大山全身大面积烧伤，体液丢失严重，现在静脉通道无法建立，也输不进去。静脉通道问题可以用介入解决，可是身上大面积烧伤，没有自体移植皮肤的地方。 让亲属捐赠呢？他父母都已经去世了，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。哥哥刚刚结婚，老婆马上就要生孩子了。如果亲属不能捐，后续植皮的费用会很贵，而且恢复的过程会很复杂，就怕感染导致多重并发症。弟弟丁大海其他地方没有事儿，但是片子显示双肾都受伤了。双肾？双肾。 王主任，你怎么看？
从片子上看，双肾破损严重，究竟到什么程度，还得打开来看。那就直接开台，一起上，切大口，打开再看。苏月，你马上跟患者家属打声招呼，我们准备手术。好的。患者左肾已经切除，我看右肾也够呛。现在尿量多少？没有尿，尿道里也没有存液。林院，尽力了，实在是缝不起来了。要是现在立刻做换肾手术的话，还来得及。这一时半会儿上哪去找肾源？即便是有，也有个时间匹配的问题，根本来不及。王主任，这个孩子才26岁，很年轻，再想想办法。我这边已经结束了，就等着肾移植了。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？右肾也保不住。林副院刚刚联系过肾移植，金额已经超过6位数了。他们家刚刚失火，孩子要出生，贼快。他们是双胞胎。对，他们是同卵双胞胎。你好，来，我们研究出了新的方案，您听一下。大致就是哥哥给弟弟提供一个肾，保住他的命；弟弟给哥哥植皮，双胞胎兄弟互相提供皮瓣跟肾脏，只要没有排斥，微手术期治疗的难度会降低，费用也会降低。这样的话，2个人都能活吗？但不是所有的双胞胎都能完美配型，术前配型至少需要1天的时间。可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。那如果配不上呢？弟弟会死亡。那我老公呢？他会少一个肾，但不影响正常生活。可是他的免疫力会有所降低。喂，田阿姨，我稍后再回给您，可以吗？烧什么后啊？我这都10万火急焦头烂额了，你把我房子烧了，楼下也烧了，这笔钱你说什么也得赔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有用吗？啊，你倒是快点，这会儿楼下邻居都堵我这儿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就是你们的责任，不注意用电，那电瓶车就不能在房间里充电，不知道吗？先别管这些了，别让这些电话影响你的情绪。你考虑的怎么样？我公公和婆婆走得早，我老公和小叔子相依为命长大，能不能让他们2个都活着，我们这个家才能在。我求求你们，再想想别的办法，让他俩都能活着走出来，好不好？林副院，密外那边还有没有保住弟弟肾的办法？我可以帮忙一起手术。
让我试试。我试着去留住患者的右肾，这样哥哥不用捐肾，术后植皮能恢复得更好，弟弟也不用移植。你是？他叫林渊，哈佛毕业，曼欧实习，擅长普外、泌尿外科等常见病的诊治和手术。交给我，我会保住他们兄弟两个。我来。你费了半天劲，就为了挖这么个人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看过才知道。院长，可不可以出去一下？我想和你谈一谈。就在这儿谈吧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林医生说他能保住患者的右肾。我想问的是，你为什么要把他来海城？要想让海城成为中国的曼欧，就必须学习曼欧的先进理念。林医生与我理念相合，愿意支持我完成梦想，更愿意回来报效祖国。有这样出色又重情义的医生女儿，傅言，你应该感到很骄傲。不是吗？他的动作有点慢，但很稳。这是我见过最稳的一双手。怎么可能？明明。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他偷偷的从你的抽屉里边拿出柳叶刀给布娃娃做手术，结果呀，就切了那食指。宝宝，爸爸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听你的话。没事的，乖宝宝吧，都会好下来的。爸爸，那我以后还能做手术吗？不能，不允许，坚决不允许你再碰手术刀了。我就要做手术刀，我就要做手术，我就想当一个医生。爸爸，我就要做手术。姐。姐。姐。完成。
保留了2/3的右肾以及肾上腺。后期只要血清肌酐值不超过600，连透析都不用做，吃药就能维持。恭喜，夫人，你的女儿很出色。大夫，手术很成功。谢谢你，李医生，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哎，别，平复心情，有任何不舒服，第一时间告诉妇产科那边。谢谢，快去休息一下。谢谢。